2026年5月份，各平台待播剧盘点来了。从开年到现在，剧没少播，但真正破万的寥寥无几。影视寒冬果然不是说着玩的。不过5月马上就衔接暑假档了，各平台开始发力了。那么，到底有哪些剧等着待播报呢？我们先从爱奇艺开始。首先第一部《擒贼记》，王骁、田曦薇、王传君主演的悬疑剧。如果警察抓小偷抓出了黑社会老巢，这到底是破案神作还是喜剧荒诞剧？王骁搭档田曦薇，这种演技派大叔加灵动小花的组合本身就够破次元了，再加上王传君和伴的喜剧圈占星等的加盟，直接把荒诞犯罪的调性拉满了。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，王骁饰演的警察本想抓捕一名小毛贼，却阴差阳错掀开了当地黑恶势力的老底。故事主打黑色幽默，一边是王传君令人脊背发凉的狠辣，一边是蠢贼天团的搞笑助攻，在荒诞的犯罪逻辑中展现出人性深处比缜密布局更致命的贪婪，不是那种沉闷的刑侦剧，而是用荒诞外壳包裹深刻社会寓言的佳作。第二部《喀什恋歌》，李兰迪、郭俊辰、秋天等主演的都市成长题材迷你剧。喀什古城的异域风情中，两个破碎的灵魂如何完成自我救赎，由万里归途编剧秦海燕亲自指导，美学质感对标电影大片。这是一部关于女性觉醒的迷你剧。李兰迪饰演的夏次从大城市逃回喀什，试图寻找避风港，却与秋天饰演的坚守传统土陶技艺的莱利相遇。两人在城府观念与现代文明的撕扯中，通过互助重塑脊梁，在都塔尔的琴声中找到自我。这是一抹温情异彩，每一帧画面都如流动的油画，极具治愈力与女性力量感。第三部《迷津之上》，郭麒麟、董洁、杜淳领衔主演的悬疑剧。当精神病院成为谍战与博弈的境地，疯癫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。郭麒麟挑战非典型主角，搭档董洁、杜淳，更有马思纯、黄觉等电影咖坐镇，配置极高。设定在民国时期的楚宁市，核心地带是一座神秘的精神病院。郭麒麟饰演看似温良的学徒，实则是心理操控高手。当汉奸特务势力试图侵占疯人院，他联合院内的一群疯子，利用人性弱点进行博弈，上演了一场高智商谍战。这部独特的悬疑赛道黑马，展现了在方寸之间利用人性博弈的疯批美学。第四部《非正式浪漫》，蔡文静、陈静可领衔主演的都市奇幻爱情剧。如果预知了剧本，你还能避开那场命中注定的深情纠缠吗？蔡文静饰演知性御姐，加陈静可饰演顶级帅哥，陈芷溪监制，质感极佳。改编自半熟，桑如意外重返校园，本想避开未来的纠缠，却撞见了孤傲的周廷照。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拉扯，他带着未来的伤痕去治愈那个少年的秘密，而他在还没学会爱人的年纪，给了他孤注一掷的守护。这分明是往观众心里埋钉子，又甜又扎心，是2026年现偶赛道里的心动天花板。第五部《家业》，杨紫、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《古法之末》。非遗文化，杨紫如何在大女主赛道再造史诗？杨紫再次挑战大女主，搭档硬朗型男韩东俊，还有《延禧攻略》导演惠凯动坐镇。这幅画道简直是把非遗文化拍成了流动的史诗。杨紫饰演的李珍，曾是莫叶世家最不起眼的小透明，却在家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，剧集深度还原了志末的每一个细节。在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下，李珍凭着过人的天赋和狠劲，硬生生撕开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偏见。她与韩东君饰演骆文谦从针锋相对到生死相依，不仅要应对同层的步步紧逼，还要硬刚海外势力的挑衅。傅大龙、田小杰等老戏骨同台飙戏，让这场家业争夺战的每一秒都透着窒息的张力。接下来就是优酷了。第一部《雨霖铃》，杨洋、张若楠、方逸伦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正午阳光加杨洋版展昭。这版御猫还没开播就已经血洗了各大社交平台，正午阳光品质背书，侯洪亮监制。故事开场就是满级难度，一封血盟书引来襄阳王的疯狂追杀。杨洋饰演的展昭遇上张若楠饰演的霍玲珑，开启了一段生死博弈，让粉丝尖叫的绝对是猫鼠 CP 的极限推拉。杨洋的沉稳飒爽撞上方逸伦版白玉堂的风流倜傥，这种相爱相杀的宿命感配上正午阳光电影级的动作设计，每一帧打戏都燃到脊背发凉。他们暗访私盐，
智取兵符，在尔虞我诈的朝堂里杀出公道。这是古装武侠迷的过年系列，正午阳光出品，就是国产剧的免检标志。第二部《风影燃眉香》，王楚然、李弘毅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，杀手少女一人分饰两角，潜入禁卫军与冷面阎王玩致命暧昧，王楚然一人挑战一体双魂，搭档李弘毅、张一敏、云之羽团队指导，视觉极尽奢华，改编自伪宋杀手日志。这种杀手少女加冷面将军的极限拉扯，精准踩在爽点上。王楚然饰演杀手少女美九，为了寻找母亲，伪装潜入控鹤军。她既要藏住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，又要应对李弘毅饰演的冷面阎王楚定江。最上头的是这种向死而生的暧昧，楚定江看穿了她的挣扎，却成了她唯一的后盾。李弘毅身上的破碎感撞上王楚然的凌厉美学，每一场雪中对望都令人屏息。这不是简单的恋爱，而是两个孤独灵魂在权谋洪流里的生死交付，绝美且致命。接下来看看腾讯视频都有哪些。第一部《古月风华录》，李一桐、陈星海领衔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，最强乐师遇上岳灵卧底，一段被旋律封印的往事如何重启惊天异能之战。苍兰诀团队保驾护航，李一桐、陈星海、常华森、赵一博等高颜值全员上线，故事围绕神物《古月风华录》展开。李一桐饰演的岳泱泱曾是乐坛天花板，如今想躺平人间，而陈星海饰演的邵逸是带着任务潜伏的岳灵少主。这对宿敌在机智互动中开启了曲谱神力，被迫结盟，踏上收集失落圣岳灵的逆天之旅。每一段旋律背后都封印了动人心魄的往事，每一件古乐的觉醒都伴随着震撼的视听奇观。国风器乐加热血收集模式，这是2026年最具爆款前置的视听盛宴。第二部主角张嘉译、刘浩存、秦海璐、窦骁、翟子路领衔主演的当代都市剧，张艺谋监制加矛盾文学奖名作，刘浩存能否在老戏骨包围下诠释一代伶人的疯魔成活？张嘉译、秦海璐老戏骨带飞，刘浩存挑战秦腔名角一秦娥，不仅是一部秦腔史诗，更是一代伶人在时代洪流下的生命图谱。故事扎根在西安古城的烟火气里，刘浩存饰演的一秦娥在舅舅胡三院的棍棒下入行，在剧团的排挤与时代的浪潮里求生。剧集拍出了成名背后的残酷美学。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展现了一师一敌的待机压迫，而一秦娥像一根扎进地里的钉子，任凭风云变幻，只守着那方戏台。秦腔高亢悲凉的唱腔一响，配合老派电影般的质感，这就是国产剧的定海神针。第三部《三线迷回》，孟子义、王弘毅领衔主演的奇幻冒险剧，位于宇宙设定最宏大的一部，水下金汤穴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轮回之谜？孟子义搭档王弘毅，位于亲手操刀剧本，水下实拍视觉质感拉满，围绕神秘的水枭三族展开。他们因翻唐事件背负了变异之苦，孟子义饰演的义撒是行事果决、冷艳霸气的顶级水鬼，为了解除变异，遇到了王弘毅饰演的纯真少年宗航，一冷一热的组合在波涛汹涌的水底重启金汤，遭遇诡谲的河底生物、复杂的家族争斗，以及深埋在江心不见天日的血色秘密。湿冷诡秘的质疑氛围配合肾上腺素飙升的冒险，这是奇幻赛道的视觉盛宴。第四部《爱情没有神话》，唐嫣、赵又廷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，高薪单身女 vs 投行单亲爸爸。唐嫣在繁花之后如何再次结构都市女性的清醒恋爱？唐嫣搭档赵又廷，30而已，导演家我的前半生编剧，一书名作《独身女人》改编。唐嫣饰演的林展翘，高薪单身不恨嫁，活成了都市理想模板。而赵又廷饰演的何德章是婚姻 PTSD 的单亲爸爸，两人在家长会上的火药味还没散，又在现实里一场狭路相逢，没有傻白甜偶遇，只有人间清醒，在利益与感性之间的极限周旋。唐嫣的知性大方撞上赵又廷的克制疏离，每一场对手戏都像是在冰面上跳舞，危险又迷人。这不仅是谈情说爱，更是两个成年人在认清生活真相后的并肩，诠释自我才是唯一的救赎。第五部《月明千里》，包尚恩、王弘毅、全一伦、马秋元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，落难公主万里求婚竟遇佛子，这场关乎信仰与重生的博弈，谁会先动情？包尚恩搭档王弘毅、臧希川，十日游戏指导，
禁欲系美学天花板。包尚恩饰演的李瑶英为了活命，在逃亡路上不得不向王弘毅饰演的佛子罗家求婚。罗家是大梁最清冷的神坛化身，却在护送他万里的征程中一次次被他的炽热灼伤。王弘毅那种克制到极点的佛子气质，撞上包尚恩灵动中带着倔强的破碎感，画面美得像流动的敦煌壁画。当罗家为了那一抹月色依然还俗，那一刻真的全网都要跟着心碎。真正的信仰不是枯手青灯，而是守护众生中的那个他。宿命感与极致拉扯直接戳中泪点。最后的芒果的剧，第一部耀眼，关晓彤、李云瑞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，落难富家女寄人篱下，撞上小镇最不好惹的野痞少年，这救赎感谁顶得住？关晓彤搭档李云瑞，李云瑞带伤拍摄的真实破碎感，荷尔蒙张力爆表。秦野遭遇家庭巨变，来到渣渣亭后撞上刑武，少年一身痞气守护着他的骄傲，少女满心温柔照亮了他的余生。从高三并肩刷题到职场顶峰相见，他们不是在谈恋爱，而是在替对方补全那个残破的世界。这种从泥潭里长出来的双向奔赴，比任何甜宠剧都要燃。关晓彤饰演的落难千金与李云瑞的守护，让每一场戏都充满了成长的质感。真正的爱情是把对方变成更好的人。这部黑马预定剧注定要让观众边哭边被治愈。第二部良辰美景，任敏、刺杀，董思成、黄奕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，重生改命的少女遇上深不可测的那个大佬，这场老房子着火时的恋爱有多香？任敏饰演的顾景朝重活一世，不再是软柿子，而是玲珑稳重的操盘手。他在深宅大院里步步为营，却意外撞进了刺杀饰演的陈三爷眼中。陈三爷外表温文尔雅，实则杀伐果断。他看穿了景朝所有的伪装，却心甘情愿当他最硬的底气。刺杀那种深沉厚重的熟男张力，撞上人民骨子里的倔强感，这种势均力敌的拉扯，透着欲罢不能的宿命感。权力中心的博弈配合竞技感十足的守护，每一帧都比宫斗还要精彩。第三部欢剧，李兰迪、刺杀，蒋欣、邬君梅、许亚军、高露主演的浪漫现实主义亲情剧，全员演技派，改编自一书小说《虚》，三个在都市撞得头破血流的兄妹逃回老家，是重温温暖，还是再次撕开家庭的伤疤？故事扎根在武家三兄妹身上，他们在都市职场碰得头破血流，带着隐秘挫败逃回老屋。蒋欣和邬君梅一开口，那种父母偏心的阴影，城乡观念的撕裂感，瞬间让重聚变成了修罗场。重聚不是港湾，而是把积压多年的局域重新撕开。李兰迪饰演的都市女性敏锐而倔强，刺杀则是试图捡回最后的尊严。他们在这里争吵崩溃，也在这里看清彼此的伤痕。这不是在拍戏，这分明是在解剖每一个漂泊者的灵魂。浪漫现实主义在血泪中发光。以上大概就是5月各平台的待播热剧了，具体播出情况肯定是以实际平台播出为准。哪部才是你最期待的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